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传顾琛高中状元的喜讯的那一日，我笑盈盈地走到他跟前，恭喜啊，状元郎，你如今是新科状元，前途无量。我们这河里的事儿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我又操近些，故作轻松。老话不都说升官发财换老婆吗？你这不正好全占了？我这几年顶着顾夫人的虚名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我不贪心，就想要你书房挂着的那柄秋水剑，你看行不行？顾琛放下手里的书，抬眼看我，嘴角似笑非笑的勾起。答应得尽，各般爽快。行啊，再给你添300两银子当路费，够不够你远走高飞？我心头一喜，想也没想就抓住他的手，话脱口而出：顾琛，还是你够意思。这些年我真没白疼。疼我？声音冷得像结了冰，把手抽了回去。花灯节那晚，你醉得人事不省，抓着我不放，又是要了我的清白，这笔账你打算怎么了结？我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，愣在原地。初见顾琛那年，我16岁，那时我剑法刚练出点模样，师傅塞给我一枚玉佩，让我去顾家成亲。师傅说完便游去了，留我一人愣在原地。我没有听师傅的话去顾家，独自闯到江湖去了。一纸婚约哪能束缚住我？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才是我人生之所愿。可谁能想到，江湖还没闯出名堂，麻烦先找上门。我路见不平，救了一队被山贼袭击的车马，打完了才发现对方竟是顾家的人。我暗道倒霉，正想偷偷溜走，却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肩头伤口发麻，这才惊觉刚才交手时竟中了毒。更要命的是，解毒需要的几味主药，样样都贵得离谱。我下山时带的盘缠本就不多，一路省吃俭用，哪还有余钱买这么金贵的药材？我正发愁时，车帘一掀，露出一张漂亮的不像话的少年的脸。他跳下车，口气嚣张道：你救了我的命，就是我们顾家的恩人，跟我回顾家，别说解毒，往后吃穿用度，顾家都包了。这少年正是顾琛，年纪不大，派头却不小。这小子是犯了少爷脾气，带着个随从就私自离家，结果被人贩子盯上，差点卖到勾栏院里。要不是我恰巧路过，他这金枝玉叶的身子指不定要遭什么罪。他随从没了性命，我为了拿到药钱，只能耐着性子一路护送他回江南。可这位小祖宗是真难伺候。你穿的这叫什么？江南的乞丐都比你体面，小爷宁死不吃这种糙馒头。为了要钱，我只能忍，但却把师傅给的玉佩藏得更深了。心里打定主意，就算毒发身亡，也绝不嫁给这种看着就娇生惯养、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我一路护送，好不容易把他这尊金贵的小祖宗安全送回顾府。顾家上下顿时哭天抢地，仿佛找回来的不是自家少爷，而是什么失而复得的传国玉玺。我费力挤过激动的人群，找到看起来最有话语权的顾老爷，客客气气的拱手：顾老爷跪就跪服小少爷，在下不慎中了毒，急需500两银子购置药材解毒，还请老爷行个方便，银钱算我借的，日后定当奉还。顾老爷闻言，这才把目光从儿子身上挪开，仔细打量起我来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脸色一变，像是认出了什么，惊讶道：你莫非是大漠剑客韩嫣的弟子，名叫叶孤玄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顾琛已经爆发出毫不留情的狂笑，指着我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叶孤玄，你居然叫这么个名儿，怪不得一路上问你叫什么，你死活不肯说。我心头猛地一沉，暗叫糟糕，这老爷子怎么认得我师傅，还知道我的名字？这下跑都跑不掉了。就在我盘算着怎么找借口开溜时，顾老爷突然脸色一板，抬手就给了还在哈哈大笑的顾琛后脑勺一巴掌，厉声喝道：混账东西，没大没小，这是你未来的嫂嫂，你大哥未过门的媳妇儿。他话音未落，我体内的寒毒却骤然反扑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晕了过去。彻底失去意识前，最后听见的是顾琛的小子变了调的惊呼：别，快叫大夫救他，快救这个臭女人，他是为了救我才这里，他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这小王八蛋还是有点良心。还有，原来那个纨绔不是我的未婚夫。老天爷，你总算没把所有的路都堵死。等我悠悠转醒，才从顾老爷口中得知了前因后果。他能一眼认出我，并非偶然。原来我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师傅，早就修出一份快马送到了顾府，不仅将我的身份、婚约交代得明明白白，连我的想象都一并附上了。这么看来，我那常年不着家的师傅心里头到底还是记挂着我这个徒弟的。只是我身上这寒毒实在棘手，大夫说至少也得精心调养2年，那花费根本不是寻常人家承受得起的。走投无路，我只得在顾府暂住下来，顶着那个尴尬无比的顶少夫人名头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寄人篱下的病号。叶孤玄，别跟没骨头似的瘫那儿，快起来，跟小爷去城外放花灯去。翌日，我正歪在后院藤椅上休息，顾琛那混世魔王不知从哪个角落蹦出来，伸手就来扯我的胳膊，我连眼皮都懒得抬，脚下是一点不含糊，一脚踹他小腿上。我逆着他，凉凉开口：没大没小的东西叫嫂嫂。顾琛被踹得恼火，爬起来就扑过来，将我压在身下。他像只炸毛的猫，跳江河。我大哥将来是要匡扶社稷的栋梁之才，怎么可能娶你这种野丫头？等他下次从京城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休了你。他整个人还单压在我身上，弄得我胸口发闷。我烦躁的抬手，随手就扯开了一斤领口，
顾府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些绫罗绸缎穿的人束手束脚，哪有我江湖上的短打舒服？滚远点啊！我不耐烦地拍开他的脸，干脆躺在发烫的青石板上耍赖，寒毒又开始隐隐作痛，实在提不起力气。不过奇怪的是，顾琛却突然安静下来，他盯着我敞开的领口，耳尖忽然红了，骂了句不知羞耻，竟翻身爬起来跑了。这小子就是个标准的纨绔，四书五经背不全，琴棋书画一窍不通，整日就琢磨着怎么溜出府去斗鸡走狗。我曾打趣他，听说你大哥要入仕当大官，你倒好，整日游手好闲的，就不怕丢顾家的脸。顾琛却嗤笑一声，梗着脖子道：你个跑江湖的懂什么？顾家有我大哥撑着就够了，我乐得自在。我确实不懂世家那些弯弯绕绕，满心只盼着顾老爷子赶紧凑齐最后一味药，我也好拿了药就跑路。在顾府困了2年，我腰间的佩剑都快生锈了，终于让我盼到了消息。那日顾老爷子把我叫进书房，递过来一封书信，语气温和。顾玄，你要的那位药在荆州，我一位老友手上正好有，你带着这信去找他，他自会相助。说着，他又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推到我面前。这些盘缠你也收好，路上不必省着。此去荆州路途不近，万事小心，早去早回。我喜出望外，忙不迭地从怀里掏出那枚玉佩，递给顾老爷子，言辞恳切道：顾大公子前程远大，我这江湖女子万万配不上，更不能耽误他。老爷子，这门亲事我退了，今日便谢过顾府2年照拂。顾老爷子却没有接那玉佩，反而长长叹了口气，目光落在玉佩上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怀念。这玉佩是当年我和你师傅的定情信物，你留着吧。我当场就愣了，没成想我那疯癫师傅竟和顾老爷子还有这么一段过往。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，老爷子接着说：你带阿月一起走，他总说在府里闷得慌，正好去荆州散散心。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带顾琛，带上那个走3步路嫌累，吃口饭要人哄，只会惹是生非的混世魔王。我又不傻，当晚我就打包好包袱，趁着夜色翻身上马，悄没声的出了城。可刚跑出没多远，身后就传来七七八八的喊声：叶顾玄，给我站住！想丢下小爷自己跑路，没门！我爹说了，必须跟着你去荆州见谢叔叔，你敢跑试试？我回头一瞧，顾琛正骑着一匹骏马追上来，我懒得理他，加紧马腹就往前冲。没成想这小子竟跟了我3天2夜。第4天清晨，顾琛把随身银子花光了，凑过来翻我的包袱找钱，翻着翻着，他的手突然僵住，脸色刷得白了。我凑过去一看，也愣住了，包袱最底下夹着2份身份文牒和录影，上面的籍贯和姓名都做了改动。我再迟钝也反应过来了，顾家有麻烦了，而且是大麻烦，所以顾老爷子才如此隐秘地安排我们消失。顾玄，我得回去，眼见人满是惊恐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我一把拉住他，沉声道：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你顾家的名声那么大，半个临安城的人都认识你，官兵正等着抓你呢。我跟他相处2年，早知道他的脾气只能耐着性子劝，心里却暗叹倒霉。可顾琛哪听得进去？我们终究还是折了回去，只是晚了。远远就看见顾府方向火光冲天，喊杀声和惨叫声混在一起，撕破了夜空。我死死拽着顾琛躲在暗处的巷子里，眼睁睁看着那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变成火海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府外全是官兵把把手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顾琛浑身僵硬如石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渗出血来也浑然不觉。我们就这么躲着，直到天光大亮，顾府的大门被打开，一具具尸体抬了出来。顾琛指着那些熟悉的身影，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：那是我爹、我娘，还有3妹妹和2姐姐。他疯了似的要冲出去，我用尽全身力气抱住他，嘶吼道：顾琛，你清醒点，你现在死了，谁给你家人报仇？我死死咬着下唇，把眼泪逼回去。跟着师傅在江湖摸爬滚打10几年，生死之事见得多了，可顾琛不一样，他是被捧在蜜罐里长大的小少爷，怎么经得住这样的灭门之痛？许久，顾琛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狠狠擦掉脸上的泪，声音嘶哑：走，我们去荆州。往荆州去的路，我们走得低调。天黑了，便寻处乡野小店歇脚，饿了就着冷水啃几口干硬的杂粮饼。在顾家那2年，我早已看惯顾琛挥金如土的模样，可此刻他就坐在我对面，捧着1文钱能买3碗的粗茶，一口口咽着硌得牙酸的饼子，脸上竟没有半分不耐。这般能屈能伸的模样，倒让我对他生出几分改观。途经一处闹饥荒的州县，我们看见抢食的难民为了一桶泔水都能抢得头破血流。人群里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哭嚎着扑上前：给我留下，我也出了钱的，家里娃都快饿死了。可街上往来的人脚步都没顿一下。3年里这样的惨状实在寻常的不值一提。顾琛捏着手中那1碎银子，眼神异样：顾雪，我想跑了。你就是给了钱，他也未必能拿到手里。他的肩膀倏地塌下去，眼神茫然的像个迷路的孩子。我从小在临安长大，最多就到过京都。姐姐是贵妃，宫里的恩宠从没断过。我从前总以为这世上最苦的人，不过是我家那个瘸腿的马夫。这不怪你。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，斟酌着开口：你在富贵城里时，从未仗势欺过百姓，这就比许多人强了。江南本就是鱼米之乡，
富庶到连乞丐都挑拣吃食。他从前说过，江南乞丐的衣裳都比我体面，这话倒没掺假。可这就够了吗？良久，他抬起头，低声道：“孤玄，我要做官，为顾家忙死的人，也为这些活不下去的百姓。”这志向太沉，沉得让人不敢接话。我望着他清瘦了许多的脸，终是只吐出一个字：好。我们悄悄跟着那妇人七拐八绕进了一条破败的巷子，里面臭气熏天。等他推门进去，我将肩上沉甸甸的包袱丢过矮墙，里面是刚买的热饼，还裹着油纸包好的酱肉。回程路上，顾琛轻声问：顾玄他们能活下去的，对吗？我没告诉他，过不了多久，生死的疫病就会席卷这条巷子，到时候官府会封死所有出口，等里面再没声息，就一把火烧个干净，连尸骨都留不下。我望着他眼里的光，点了点头。对的，一定的。他明显松了口气，露出一丝孩子般的笑意。到了京都就好了，我就专心读书，你就在那儿安个家。谢叔叔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他肯定会照顾我们。然而我们都不知道，顾琛眼里待人最是诚恳笃厚的谢叔叔，给了我们致命一击。我们到谢家便中了暗算，如果不是一直以来多留个心眼，此刻怕是早已被蒙汗药迷的人事不知任人宰割。我和顾琛打定主意，连夜闯出荆州，可身后追上的官兵却甩也甩不掉。谢家那些乌合之众本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是行至半途，我体内的寒毒突然发作，动作一滞，后背上就生生挨了一道剑伤，鲜血瞬间浸透了衣衫。顾琛，一会儿我引开他们，你趁机跑。我压着伤口的痛意，声音发颤却异常坚定。他们的目标是抓你进京交差，我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江湖人，翻不起风浪，他们不会为难我的。寒毒如复古冰锥，顺着血脉蔓延全身，我整个人都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连指尖都泛着青白。顾琛却猛地将我紧紧抱住，语气异常坚决：不行，顾玄，如今我身边只剩下你了。他猛地抬眼看向围得水泄不通的追兵，眼底露出从未见过的狠意。把谢忠德给我叫出来，我顾琛愿送谢家一场破天富贵，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胆子进。我不知道顾琛究竟和谢忠德谈了什么，总之那个老奸巨猾的男人最终松了口，答应放我们离开。昏迷前的混沌中，我听见谢忠德那阴恻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贤侄啊，我还记得你3岁那年，我去临安拜见你父亲。那会儿你正是顽劣的年纪，非得闹着让我趴在地上当马骑。”他话锋一转，目光扫过我毫无力气的身子，语气里带着戏谑：“既然当年你能骑我，如今驮着他爬出荆州，总不算过分吧？要知道，天一亮城门守得更严，到时候你就是想走，也没路可走了。”下一秒，我便感觉到身体一沉，顾琛背着我，扑通一声重重跪在了冰冷的石板路上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就那样用膝盖撑着地面，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着城门的方向爬行。哈哈，谁能想到3代都是朝廷栋梁的顾家，如今竟落到这步田地。谢忠德的鞭子啪地吹在顾琛脸上，留下一道红肿的血痕，讥笑的前仰后合。你哥哥也早就成了京城的一堆惶恐，顾家到最后就剩你这么个娇生惯养的纨绔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顾琛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爬行的速度又快了几分。我趴在他汗湿的背上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他的衣襟上，眼看就要挨到城门口，谢忠德却突然上前一步，用脚挡住了去路，语气轻佻又恶毒。那一瞬间，屈辱与愤怒如潮水般将我淹没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强行催动体内紊乱的真气，寒毒瞬间席卷了5脏6腑，眼前一黑，便彻底失去了意识。2年后，一团暖融融的东西忽然塞进了被窝，像揣了个小炭炉，我眼皮都懒得抬，含糊地呜了一声。顾琛见我这副模样，伸手就把我摇醒，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。我被搅了睡意，有点恼意，一蒙被子转过身，压根不想理他。直到院门外传来咔嗒一声落锁响，我反倒彻底没了控制，睁着眼睛盯着帐顶发呆。2年前，顾琛带着一身风霜在荆州为我，改了姓名，一头扎进官学里苦读。这2年，他性子沉了不少，再也看不出半分当年顾家小公子骄纵模样，唯独折腾我的本事倒是越发增进了。一会儿让我给他绣个平安香囊，说要带去书院镇场子；一会儿又逼我按时送饭，逢人就探家中有妻，却像是无妻一样无人照料。在一众有丫鬟伺候的同窗里，最是可怜。嘿，谁是他捉精？我叶孤玄当年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凭什么要围着他的3餐打转？腹诽归腹，我还是爬起来练了套剑法，不落筋骨。眼看日头偏午，才慢悠悠去街口买了食盒，往官学的方向走。刚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锣鼓喧天的热闹声响。挤进去一瞧，顾琛正被一群同窗簇拥在中间，脸上挂着温温和和的笑，正挨个跟人拱手道谢。叶娘子，我家小姐有请。一个穿青布裙的小丫鬟走过来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傲气。我放下食盒，跟随她而去，一进本地最气派的酒楼雅间。我目光先被桌上那壶酒勾住了副白银，这可是有钱都难买到的佳酿。自打我上次寒毒发作后，顾琛就把我的酒壶全收了，说什么酒气伤身。叶娘子该听说了吧？岳公子方才考中会业了。柳如梅蹲坐在桌边，笑盈盈地给我斟了杯酒，声音柔得像静的蜜。若是他进京能高中状元，便是3业及第的盛世，本朝都没几个。只是岳公子父母双亡，身世终究单薄，若有我们柳家这样家族做后盾，将来入阁拜相都不是难事。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
醇厚的酒香在舌尖散开，忍不住喟叹一声，放下杯子才接话，故意叹了口气。要是能娶到柳小姐这样的贤内助，有柳家扶持，那前程简直一片光明。柳如梅眼睛瞬间亮了，猛地站起身，朝我扶了一礼，眼圈都红了。铺满叶娘子，我对月公子早已芳心暗许，若能嫁给他，我甘愿与姐姐你平起平坐，一同侍奉他。妹妹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了，我立刻配合地抹了把不存在的眼泪。一壶浮白饮见底，我揣着柳如梅塞给我的一锭银子，脚步轻快地出了酒楼。刚拐过街角，就被人拽进了隔壁的空屋子。不是顾琛是谁？他捏着我的腰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。刘宪宝似的把名字递过去。你看，柳小姐比之前的2位大方多了，有他们仨给的盘缠，你进京赶考路上肯定舒坦。我掰着手指头给他分析。王小姐脾气暴了点，但没什么坏心眼。林小姐家是做买卖的，她是帮不上你什么大忙。不过你也别急着定，万一你中了状元，被公主绑下捉婿呢？当了驸马，还怕搬不倒孙家？倒是把我的后路都算好了。顾琛捏了捏我的脸，语气嫌弃。这些年跟着他，夜里听他说多了朝堂上的事，我也懂了些门道。我拍着他的肩膀出主意，等你中了状元，我立马找个地方假死，保准不耽误你升官发财。你看我够不够意思？顾琛白了我一眼，拽着我的手腕就往家走。走了没几步，他忽然问：那可不，今天准让你在同窗面前长脸了吧？喂满楼的菜多地吧？我立刻邀功，搓着手盼他赏钱，是不是该给我点零花钱？说起来就气，以前钱在我手里总留不住，到了顾琛那儿反倒能生钱。也难怪顾家3代富贵，是真的中银鼎石之家。这话还是顾琛教我的，当年教他的都是名士，他当先表现的不学无术，不过故意藏作罢了。论本事，他读书赚钱真有一套。顾琛恨铁不成钢的弹下我的脑门，你偷懒也找个像样的理由。整个官学谁没吃过喂马楼？我早跟人说我家娘子会来送饭，你倒好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我顿时语塞，有点心虚。他又盯着我打量，叶孤玄，你这脑子是怎么在江湖上混这么多年的？傻，我这暴脾气哪忍得住，撸起袖子就要动手。顾琛早有防备，拔腿就跑，身后还传来他同窗的喊声：嫂子，顾兄如今是会业了，你怎么还当街追打他？不成体统啊！为备战春闱，顾琛携我提前3月赶赴京城。这2年，他在青州声名鹊起，江湖与文坛皆闻莫语之名。那是个舌战群儒时，锋芒毕露，行事又带着几分野气的人物。他一入汴京，各色文汇请柬便如雪片般递来，皆是京中名士相邀。我却是第一次回到京都，只觉满眼皆是新鲜景致，早把备考的紧张抛到了九霄云外。顾琛这2年家底渐厚，给我的银钱从不含糊，任我在京城里随性逛荡。只是繁华迷了眼，竟让我动了些荒唐心思。趁顾琛富贵不在家，我换了身粗布衣衫，脸上抹了些灰泥乔装，揣着银子溜去了有名的萧金铺与红楼，只为听那里的姑娘弹曲解闷。去的次数多了，我与楼里弹出他的玲珑熟络起来。那日他正歪在我身侧，讲着京中勋贵的趣闻逗我笑。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倒抽冷气的骚动，我好奇地扒着栏杆往下望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楼下石阶旁立着个身影，轻的像青云山上的雪，周身萦绕着一股生人勿近的疏离，仿佛这满院脂粉气都沾不上他的衣摆。可他身上那件单衣实在太薄，料子被扯得有些歪斜，隐约能瞧见皮肉下纵横交错的边痕，触目惊心。周遭宾客都拿眼偷瞄，却无一人敢出声惊扰，连寻欢的喧闹都淡了几分。别直勾勾的瞧了。玲珑将一方绣帕丢在我脸上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。2年前还是京城里最风光的顾大公子，顾运的名字谁不晓得？琴棋书画样样顶尖，是陛下都夸过的奇才。可惜顾家一遭获罪，凤凰落了架，如今成了那位权贵的玩物。想来是又触了霉头，才被折腾成这模样丢到这儿，就是要碾碎他那身文人傲骨呢。顾运2字如惊雷炸在耳边，我下意识摸向腰间荷包，里面藏着半块暖玉，是顾家定亲的信物。他竟是顾琛那个被弟弟挂在嘴边的亲大哥。顾琛从前总跟我说，叶孤玄，你可别惦记他，你这跑江湖的性子跟他根本不是一路人。正正冲间，一阵清越的琴声穿破喧嚣，再看去，顾运不知从何处借了把古琴，就那样席地而坐，指尖在弦上轻拢慢捻，他神情淡漠的像在自家书房抚琴，全然不顾周遭探究轻蔑的目光。我听得入神，忽被一个太监点了名，我糊里糊涂地被领进一间厢房，刚站稳，顾运就被人推了进来。那太监阴阳怪气的笑道，说罢，他命人端来2杯酒，硬逼着我们喝下，随后哐当一声锁死了房门。酒液入喉不过片刻，一股燥热就从丹田窜了上来，酒里被下了药。我转头去看顾运，他原本苍白的脸颊已染上不正常的酡红，薄唇被牙齿咬得泛白，显然在拼命抵抗药力。顾公子别客气，我急中生智，一把拽住他的胳膊，将人扯到床边，故意提高声音说得粗俗，居然能攀上您这样的贵人，真是我的福气。顾运眼中满是嫌恶，伸手就要推我，我趁机扯过床幔挡住门口视线。
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：“我是叶孤璇，你弟弟顾琛的未婚妻。你看，这是顾家的玉佩。”说着，我将荷包里的暖玉塞到他掌心，同时运起内功，将掌心的寒气渡到他体内，帮他压制那股毒人的愿力。寒气入体，顾韵的神智清明了几分。迷离的眼眸渐渐聚焦，我一把抹掉脸上的伪装，露出本来面目。他凝视我许久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。我松了口气，飞快将顾琛在青州立足、准备春闱翻案的事讲了一遍，莫扰劝道：“你再忍些时日，等顾琛金榜题名，定能设法为顾家昭雪，救你出去。”顾韵闭了闭眼，没有应声，额角因为隐忍冒出汗水，只在片刻后，用一种极力克制的语气低声说：“我的脸颊疼得烧了起来，舌头都有些打结。”约莫半个时辰后，房门被再次推开，顾韵被那太监带走了。我瘫在榻上，装作昏死过去，听见门外传来太监的冷哼，确认人都走近，我立刻换好装束，借着夜色从雨红楼的后墙溜了出去，一路狂奔回住处。刚推开门，就见顾琛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，桌上的茶早已凉透。顾琛，我今天碰到你大哥了。我来不及喘口气，冲过去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，急着问：“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他，实在不行，我连夜去请我师傅，让他老人家出手把人偷出来。”顾琛却没接我的话，目光死死锁在我的脖子里，脸色阴沉吓人。你衣领上沾了东西，过来，我看看是什么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这个？我虽不耐烦，还是凑了过去。他突然伸手攥住我的衣领，猛地往下一扯，指尖狠狠戳在我锁骨处的牙印上，笑声里满是寒意。是不是早就盼着跟我大哥双宿双飞，把我抛到脑后了？我彻底愣住了，他这是哪跟哪啊？那会儿的情形，顾韵咬了我一口，我总不能真一巴掌把他拍死吧？顾琛这火来的实在没头没脑，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当即瞪着他反驳：“顾琛，我跟你大哥本就有个婚约，就算将来真的成婚，那也是名正言顺的事。你在这里发什么疯？”顾琛被我怼的胸口剧烈起伏，脸色铁青的吓人。瞧他气成这副模样，我忍不住揍他：“怎么，你是怕将来我跟你大哥成了亲，就丢下你一个人不管了？放心，只要你一天不成亲，咱们仨就凑一块过日子，这总行了吧？”顾琛双目赤红，低吼出声，亏他还是个读书人，骂起人来竟这般粗俗。我懒得再理他。顾琛冷哼一声，甩袖就走了。折腾了这半天，我早饿得肚子咕咕叫，转身去厨房寻了些吃食垫肚子。填饱肚子后，我才想起顾琛没多久就要赴考，为这点小事跟他怄气，实在不值当。喂，吃不吃果子？我走到他房门前，抬手就砸。屋里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动，也不知这混小子又在摔什么东西。要知道这房子是租来的，真要是摔坏了物件，可是要照价赔3倍的。我心头一急，抬脚就踹开了房门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瞬间愣住。顾琛红着眼眶，正坐在软榻上，双腿裸露在外，那交错纵横的疤痕赫然映入眼帘。当年他驮着我，一步一挪地闯出荆州城门，膝盖磨得血肉模糊，连骨头都露了出来。如果不是我当时发现的及时，连夜带他求医诊治，他这条腿怕是早就废了，又疼了。是，我忙从怀里摸出药油，快步走过去，想帮他上药。顾琛挣扎着坐起身，我伸手按住他，没好气吧？要打便打，这条腿又不是没断过。顾琛咬着牙，语气里满是委屈。我专程排了半个时辰的队，去七宝阁给你买你最爱吃的核桃酥，给你倒好，背着我就去跟我大哥私会。听听这话，哪一句有半分靠谱的？这话要是让他那帮满口吃乎者也的同窗听见，怕是又要拍着大腿大呼成何体统了。我蹲下身，给他的伤处细细揉搓药油，瞥见一旁放着的七宝阁食盒，便抬了抬下巴。顾琛抿了抿唇，闷声拆开食盒，捏起一块核桃酥递到我嘴边。我吃了2块，才缓缓跟他解释起当时的情形。末了轻叹一声，当时就是那么个情况，顾韵也是迫不得已才那么做的。你大哥这些年吃了太多苦，我瞧着他被人下药都成了家常便饭，身子都快对那些东西产生耐药性了。顾琛沉默了片刻，声音低沉了几分。他那个人骨子里犟得很，但凡他不愿做的事，任谁也逼迫不了。若是他打从心底里不想碰你，那是谁也。后面的话他说的含糊不清，我没能听清。我放柔了语气，轻声问。顾琛冷哼一声，我伸手掐了他一把，示意他说正经点。其实早在青州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哥暗中联络上了。顾琛这才收敛了情绪，正色道：“你放心，凭我大哥的本事，自保绰绰有余。”他顿了顿，又沉声道：“有些事我早已暗中部署妥当，如今只差一个契机。等时机一到，我顾家满门的冤屈就能彻底昭雪。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。朝堂上的波谲云诡，勾心斗角，我素来一窍不通。早年跟着师傅浪迹江湖，我连书都没读过几本，哪里懂这些权谋算计。等陪着顾琛报完这血海深仇，我也该离开了。京都这种地方永远都不是我的归处，终有一日我要像师傅那样，成为一名名震江湖的剑客，快意恩仇，潇洒一生。”顾琛察觉到我的沉默，抬眸紧紧盯着我。我本想骂他一句胡思乱想，可话到嘴边，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顾韵的模样。他当时明明身中奇毒，伏在我身上时，却还竭力克制着，不让自己真的碰我分毫。直到最后实在抵不住药力侵袭，也不忘低声道一句冒犯了。这般冷静自持的人，君子端方的人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别说了，还是别说了。
科举的日子日益临近，顾琛便鲜少再踏出院门，日日埋首书房，一心温书备考。只是每次撞见我，他总要白我一眼，路过时还故意撞我一下才打碎。这般便利的光景又熬了2日，我实在忍不了他这阴阳怪气的模样，当即气冲冲地闯进他的书房，攥住他衣领，怒声道：“没那个能耐，就乖乖跟我和好。”顾琛坐在书案后的椅子上，闻言忽然起身，伸手将我紧紧抱住。那就和好。白日里这般搂肩搭背，成何体统？从袖中掏出一瓶药油递给他，对你的救急膝盖大有好处。3天后你就要考试，一连9天都不能出来，我怕你腿伤会趁机发作。顾琛松开我，倚在椅背上，定定地看着我，脸上终于露出笑意。他得寸进尺地轻哼一声，语气里满是笃定。这么说来，你早就写信给他了，夜孤寻，你心里终究还是惦记着我。我自幼便跟着师傅闯荡江湖，身边本就没什么亲近之人，与顾琛相伴足足4年。他这人虽说嘴巴恶毒，待我却是掏心掏肺的好。起初我留在顾家，是为了借顾家的秘药医治身上的寒毒，后来顾家莽难遭难，我便再也放心不下，生怕他撑不住这灭门之痛。这几日我在京城里闲逛，时常听到旁人议论顾琛，人人都赞他才华横溢，此番科举10有8九能一举夺魁。我早已给师傅回了信，等顾琛高中壮业，了却这桩心愿，我便动身去蜀中寻师。转眼便到了入围的日子，官府衙门前人头攒动，赶考的学子们正排着队，井然有序地往里走。顾琛背着收拾好的行囊，临近门前，忽然回身重重地将我揽进怀里，成何体统，实在是成何体统啊！他的同窗在一旁看得面红耳赤，急得连连跺脚。去吧，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仰头朝他笑，我等你回来。顾琛紧紧握了握我的手，这才转过身，大步朝着衙门里走去。纵使身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他挺拔的身姿依旧卓然出众，让人一眼便能望见。为了这一日，他已经默默准备了太久。他刚一现身，周遭便有不少学子侧目相看，低声议论。顾琛这个人生来就该是这般万众瞩目的。目送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门内，我捏了捏腰间荷包里的碎银，打算去寻名人，同他喝几杯花酒打发时光。谁料才走了2条街，便察觉到身后跟着的小尾巴，迟迟没有甩掉。我暗自琢磨，我在京城也没得罪什么人，这又是哪一出？我索性拐进一条僻静的暗巷，一个转弯的功夫，翻身跃上了墙头。身后的小尾巴追过来，瞧见巷子里空无一人，当即急得哭出声来。坏了，竟把人给跟丢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还有谁能去救我家公子性命？我从墙上一跃而下，稳稳落在他身后，故意压低声音问道。那小尾巴闻声哭得更凶了，转过身瞧见我，连忙扑通一声要下跪，哽咽道：“您可是叶小少爷，求求您救救我家公子吧！他是顾韵，被那华阳公主陷害，如今已是性命垂危了啊！”前些日子，玲珑絮絮叨叨跟我说了许多关于顾韵的事。顾家遭逢灭门惨案，按律顾韵本该问斩，可朝中那些权重位高的文臣却一个个站出来对他求情无他，只因爱惜人才。顾韵是出了名的少年奇才，14岁便步步夺魁，拿下殊荣。只是彼时年纪尚轻，未得授官。后来他离京游学，遍历各地书院，才学之渊博，但凡与之相交者，无不叹服。这般前程似锦的人物，本应青云直上，入阁拜相，谁料天妒英才，一朝沦为阶下囚。华阳公主看上了他，用尽手段折辱，却始终未能让他低头。好在太子赏识他的才学，虽背负罪名，有太子庇护，顾韵总算能勉强自保。这华阳公主是太子的亲妹妹，向来骄纵跋扈，早已出嫁，却仍对顾韵纠缠不休。只要她做得不过火，太子便懒得深究，只当没看见。可这回华阳公主盛怒之下，竟打断了顾韵的一条胳膊。太子知道事情闹大了，不敢再让她留在京城，当下便使人将她送往京郊别院，躲几日风波。谁曾想华阳公主仍不罢休，暗中指使庄子里的奴仆，变着法地欺辱她。神曲公子那张嘴厉害得很，骂人防不胜防，更是把公主气得吐了血。他临走前特意嘱咐我，若是他出了什么事，就赶紧来求叶少爷您帮忙。我掐自己虎口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一番探查后，我设法混进了一处庄子，做个不起眼的伺候丫头。巧的是，我刚一进府，就被指派去伺候顾韵，这可是招惹不得的人物，要是死在咱们手里，谁都担待不起。让那个新来的丫头去伺候，你看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真出了事，正好让她当替罪羊。我无意间听到仆人们的议论，才知道顾韵已经病得连药都咽不下去了。走进那座破败的小院子时，我就看见顾韵坐在一棵老树下，正专注地看着地上的花草。她瘦得脱了形，面色憔悴，时不时就剧烈地咳嗽几声。可即便身处这般困境，她依旧穿戴得干净整洁，不见半分狼狈。顾韵闻声转过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，尤其是仔细看了看我的眼睛，突然轻轻笑了起来。这一笑牵扯了气息，又让她咳个不停。我明明已经易了容，她却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。我看着她垂在身侧毫无生气的胳膊，伸手轻轻替她揉捏着，低声说：“那就有劳叶姑娘费心了。”我当机立断，帮她将错位的骨头打断重接。整个过程中，她一声不吭，只是额头上布满了冷汗，将衣襟都浸湿了。庄子里送来的药，顾韵刚喝下去就全吐了出来。她有些歉疚地说：“我没应声。”拿起药碗尝了一口，下一秒就猛地吐了出来。这药苦得钻心，我的脸都被苦得发了黄。
这哪里是治病的药，分明是故意用来折磨他的。顾润本就重病在身，脾胃虚弱，怎么可能用得下这般朴素的药汁？我略懂些药理，若是叶姑娘方便，可否帮我从外面带些药材回来？我自然满口应下。那段日子，我每天夜里都翻墙出去为他买药，还偷偷给他开小灶调理身子。过了5天，顾润的气色总算好了些。我扶着他往书房走，随口念道。顾润侧过头看着我，我想了想，说道：顾家被灭门的打击太大了，顾琛那阵子一到夜里就做噩梦，胡话连篇。刚好我陪在他身边，他只是太需要抓住点什么，才能撑着活下去罢了。帮顾润收拾书房时，我一时毛手毛脚，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木盒子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。我慌忙蹲下身去捡，褪色的红发绳，一把巴掌大的孤悬，翻得起了9个画本子。这个东西越看越眼熟，直到看到木盒最下面压着的书信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师傅那笔歪歪扭扭的字。顾运也起身过来帮忙收拾，语气自然地说：从你5岁那年起，我每年都会收到你师傅寄来的小玩意儿，还有书信和你的画像。我师傅为什么要给你写信？收拾妥当后，顾运干脆拉着我坐下，逐渐细数那些小巫神背后藏着的故事。看着我窘迫的满脸通红的样子，他忍不住笑了，开口说道：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爹就跟我说，将来一定要娶一个叫叶孤璇的姑娘，每年他都要反复叮嘱我，说要在外面莺莺燕燕那里，切记洁身自持。等你年岁渐长。他稍作停顿，接着说道：想来他后来是怕我们2人从未相见，即便日后拜堂成亲，我也未必对你上心，于是便去催你师傅，时不时把你的东西捎来，还屡屡修书，同我细说你的琐碎乐事。我抓起那些书信翻看，看着看着突然崩溃大喊：我没有扯小和尚的裤子，师傅怎么就是不信呢？他居然还把这种事写给你看。那年我6岁，对男女之别格外好奇，正巧师傅带着我在一座寺庙暂住，我和一个小沙弥玩得很熟。那天我们正在打闹，他的裤子不小心掉了下来，这一幕刚好被师傅看见，他竟然笑着到处说我扯掉了小和尚的裤子，将来必须对人家负责。顾运听着我的辩解，假意咳了一声，忍着笑说：我那会儿竟还真有些担心，你会对那个小沙弥负责呢？我一时语塞，只好接着翻其他东西。这本画本子，我以前每天睡前都要看。我气鼓鼓地说，后来不见了，我急得不行。师傅还骗我说，是我天天看，把他看烦了，自己长脚跑了。原来竟是被他寄给你了。顾运点点头，赞许地说，这套高公案写得极好。后来我帮你买下了剩下的几册，不知道你收到没有？我猜，真的是你买的。我又惊又喜，我还当又是师傅在糊弄我呢。哎，师傅向来满嘴好话，我小时候哪里会真的相信？他早就给我定下了这么一位贵公子作为婚夫。实情，我拿起那把孤悬，哼了一声，这把剑可是我心头好，攒了许久的钱才买下，足足耗了半两银子。丢了之后我气坏了，连着啃了3天糖葫芦，结果把牙给折腾疼了。把所有东西都看了一遍，我忍不住抱怨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师傅把我的宝贝全寄给你，你爹就没把你的东西寄给我看看呢？顾运笑得眉眼弯弯，转身抱出一个大箱子，他慢悠悠开口，自10岁那年起，每逢收到你的东西，我都会将自己那时最珍视的物件放进去，有一些跟你的信，还有我当年的画像。只是你和你师傅向来四海为家，我根本没法寄给你，便日日带在身边，想着总有一日能见到你，亲手交到你手上。撞上他温柔的目光，我的心猛一跳，只好用力掐了掐掌心，稳住心神。就在这时，哭哭啼啼的小尾巴推门进来，看到桌上的东西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公子，您怎么又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了？要是被花阳公主知道，又要折辱您了。您那位未婚妻早就没了音讯，您何必还把她放在心上？甚至为了这些旧物，差点丢了性命。他慌慌张张地说。我坐在椅子上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原来小尾巴说的，顾运为了些旧物得罪花阳公主，那些旧物竟然全是关于我的。门关上后，房间里恢复了安静。顾运看着我紧张的模样，无奈地笑了。也不是，只是从没想过，我一直以为是师傅玩笑话的婚约，背后竟藏着这样的牵挂。在我看不见的那些年，真的有人这般珍视我的一切。我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向来活得随性不羁，从未有人这样细腻地待过我。闪姨，顾运轻轻扣了扣桌面，语气郑重起来。叶姑娘，我的心意你应该清楚了。花阳公主虽屡次折辱我，但我从未屈服于她，清白尚在。若是你对我也有几分好感，等我了结血海深仇，还家人一个清白之后，你可愿意嫁给我，与我共度一生？顾运突如其来的表白，让我毫无心理准备，只能匆忙寻了些话，含糊地将此事搪塞过去。他倒是温和，只说不必急着答复。我这才暗暗松了口气。转眼便到了顾琛考完试的日子，他整个人清简了一大圈，走出考场时面容憔悴。回家后，顾琛沐浴净身，喝了碗热汤暖身，倒头便睡，足足歇了2天2夜，才算缓过劲儿来。第3日便是放榜的日子，天刚能蒙亮，那位总被人打去成何体统的同窗王权就火急火燎地找上门来。顾琛却气定神闲，慢条斯理地用完早饭，才不慌不忙地动身。瞧他这般胸有成竹的模样，我便知道他对自己的答卷颇有把握。放榜的地方早已是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。
我怕人多拥挤，撞到本就腿脚不便的他，便叮嘱了一句，转身挤进人群。不多时，官差便捧着榜单出来张贴，榜单刚贴稳，就有人高声喊出榜首之名，声音穿过熙攘的人群，瞬间炸开。青州墨鱼果真高中一甲，我又连忙替王权扫了眼榜单，见他的名字赫然在列，心中也是一喜，他也中。我兴冲冲的挤出人群，刚要开始道喜，却被迎面而来的王权一把拉住。他喘着粗气，满脸焦灼的追问：叶娘子，我怎么样？可曾上榜？中了！我高兴地高声回答。王权猛地捂住脸，肩头微微颤抖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缓缓松开手。他眼眶泛红，声音带着哽咽，低声呢喃。王权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读书，这些年的艰难旁人难以想象。如今他得偿所愿，总算是熬出了头。墨雨留了话，让你先回家等他。他终究还是压低声音对我说道：墨雨与邻国公家的小姐往来其实颇为密切。我心中了然，王权素来不是多嘴之人，此番肯开口，定是念着我在青州那2年时常照拂他母亲的情分。多谢告知，我晓得了。现在此预祝你殿试顺利，金榜题名。王权闻言，脸上的窘迫散去不少，露出几分羞赧的笑意，脸颊却愈发红了。我辞别王权，转身回了等候的地方。没过多久，顾琛便也回来了。消息传开，街坊邻里就有同窗纷纷登门道贺，一时间家中门庭若市。还好顾琛早有准备，备下了不少红包喜糖，才不至于手忙脚乱。待宾客散尽，屋中恢复清静，我才拉住顾琛，低声问道：邻国公的嫡女江婉堂其实是顾琛的未婚妻，这件事我早就知道。犹记当年顾家鼎盛之时，顾琛还曾得意洋洋地笑话我。我那未婚妻江婉堂可是京中1等1的名门淑女，才貌双全，哪像你活脱脱一个皮猴子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就知道追着我揍。彼时他说这话的模样，眉眼间满是少年意气的骄傲。后来顾家遭逢变故，我原以为这门亲事早已作古，却不曾想他们竟还有联系。顾琛见我神色有异，连忙解释道。看着他坦然自若的神情，我悄悄松了口气。如此看来，纵使顾家败落，江婉堂也未曾嫌弃顾琛，更没有悔婚的念头。这般重情重义的女子，当真难得，只是我未曾料到。不过几日功夫，我便与这位国公府的小姐正面遇上了。那日顾琛入宫参加殿试，我却被一顶软轿请到了邻国公府。初见江婉堂，只觉她容貌清丽脱俗，气质温婉型男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韵致，让人见之忘死。她瞧见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展颜一笑，声音轻柔悦耳：叶姑娘果然如我所想一般，身姿飒爽，性情明朗，瞧着便让人觉得舒心。被她这般当面夸赞，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脸颊微微发烫。江婉堂亲热地挽住我的手，引着我在府中花园漫步，闲聊间说起了她与顾琛儿时的过往。从前贵妃娘娘在京中独居，颇为寂寞。顾琛小的时候常住在京中陪伴，我那时又总爱入宫侍奉太后，一来二去便与她熟人了。江婉堂面带笑意，语气怀念。我那时还偷偷发愁，将来若是真嫁给他，日子怕是要过得鸡飞狗跳了。听到这里，就算我在迟钝，也隐约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林姑娘，我与顾琛假扮夫妻，实属权宜之计，并非实情。我连忙开口解释，生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江婉堂闻言，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，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哀伤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才抬眼望着我，轻声问道：叶姑娘，你可知晓顾琛那日寻我，所为何事？我心中一动，怔怔的看他，没有说话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缓缓道：他说即便将来顾家沉冤得雪，荒覆门楣，这门亲事他也决意要退。他说他心悦之人是你。江婉堂抬手拭去眼角的泪水，纵使梨花带雨，依旧难掩婉约之态。他望着远方，声音带着哽咽：得知顾家出事那日，急得当场昏死过去，醒来之后便哭着闹着要进宫去求太后娘娘开恩，饶过顾琛。是我爹将我锁在府中，足足过了2年，他才敢告诉我顾琛还活着。说到此处，他再也忍不住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我默默递过一方手帕，心中亦是五味杂陈。江婉堂接过手帕，拭去泪水，努力平复了情绪，才继续说道：叶姑娘，你可知顾琛此番归来，前路漫漫，他心怀青云之志，胸有丘壑，将来必定能跻身朝堂中枢，成为栋梁之才。他的妻子须得是能为他坐镇后宅，打理家事，甚至能为他出谋划策的贤内助。若是他执意退婚娶你，我父亲第一个便不会助他，京中大半权贵也绝不会对他施以援手。听完这番话，我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，语气诚恳：林姑娘，不怕你笑话，我曾有过一段时日，确实对顾琛动过心。可当我知晓他早有婚约之时，便已将那份懵懂的情愫彻底掐灭了。顾琛他看似性子沉稳，波澜不惊，实则心中藏着许多难以磨灭的疮痕。我望着江婉堂，轻声嘱咐道：若是来日你们2人能喜结连理，还望你往后多些包容，多些怜惜。
他不仅怕黑，还受不了疼。江晚堂闻言，怔怔地望着我，随即朝着我一一拜，泪水再次汹涌而出，尽是灵金。紫禁城的天一夜之间塌了。新科教育部军在金銮殿受封的那一刻骤然变脸，他抖落官袍上的经文，字字泣血地叩请圣才国舅苏年胜图谋不轨，却设下毒计，将蒙毅重罪悉数嫁祸给顾家，致使顾氏满门含冤赴死。深宫中的顾贵妃也被废黜打入冷宫。这桩公案像惊雷劈进朝堂，皇后、太子与国舅府尽数被卷入其中。容颜震怒的皇上当即下旨，令三司联合彻查。而作为引爆一切的关键人物，顾琛则被软禁在宫中，形同质子，风波未平。又一场惊变悄然酝酿，宫中竟传出皇上欲废太子的流言。本就心神不宁的太子彻底乱了阵脚。事发不过3日，他竟孤注一掷，带着心腹亲兵闯宫逼宫。消息传到我耳中时，我正跟着顾运的马队踏着烟尘往皇宫方向冲杀。顾运凑近我，声音压得极低：我实在放心不下阿月，带上你，既能助我，也能顾大周全。我攥紧腰间的剑柄，指节泛白。谁也不知，在太子身边隐忍多年，看似唯唯诺诺的顾运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这一刻给予致命一击。宫外，宁国公带着5000精兵正与叛军鏖战，喊杀声震彻云霄，那是为护驾而来的忠勇之师。我循着顾运事先告知的路径，脚下不敢有半分耽搁，比支援的大军更早一步冲破宫境。当成华殿的轮廓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几乎是扑了进去。顾琛缓缓抬眼，视线落在我身上时，紧绷的身体才彻底脱力。我急忙上前检查，见他指胳膊上有道深可见骨的伤，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叶孤悬，他将头轻轻靠在我肩头，气息微弱却清晰。这个时候闯进来，你就没想过，若是太子胜了，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死不了。我扯过一旁叛军的盔甲套在身上，就追问出太子的下落。提剑便要走。江晚堂曾说过，日后能站在顾琛身边的，该是出身高贵、知书达理的女子。可他忘了，当年顾琛亡命天涯时，是我用这把剑为他劈开生路。如今宫变祸起，我照样能凭这把剑取太子首级，护他周全。我师父韩嫣是大漠上响当当的剑客，当年仅凭一剑一马，就踏平了魏后一方的山贼窝。我10岁那年，也已能亲手斩杀作恶多端的采花贼。我们江湖人或许不懂朝堂上的弯弯绕绕，却把道义2字刻在了骨子里。太子此刻正躲在宁德殿，竟还胆大包天地挟持了皇上。我隐在殿外的廊柱后，望着门口守卫森严的卫士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师父，您同弟今日可要干件大事了。冰冷的墙壁贴着后背，我轻抚剑身，默默调息。从5岁第一次握住剑柄算起，这剑已陪了我13年。犹记当年我缠着师父问，您为何偏要学剑？师父望着大漠落日，沉声答道：为斩尽天下不平事。我又问剑法之名，他只说叫3000里。那时我觉得这名字古怪，如今握着剑才懂其中分量，那是踏遍山河、斩奸除佞的绝诀。指尖弹过剑身，一声清脆的嗡鸣刺破殿外的死寂。师父曾说，若我能潜心练剑，将来必能跻身江湖剑客前3。今日我倒要试试自己的剑到底能快到什么地步。他我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可当100万师。我握紧剑柄，大步迈了出去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给咱们江湖人丢脸。剑锋破风的瞬间，宁德殿内的喧嚣戛然而止。飞溅的鲜血模糊了视线，掌心的剑却越握越稳。当冰冷的剑刃架在太子脖颈上时，满殿皆是倒抽冷气的声音。我对着龙椅上的皇上朗声道：我按着贪婪的太子拖到殿外，运起内力将声音传遍宫闱。叛军听着，太子谋逆已经身行，尔等速速器械归降，尚可留一条性命。那日千军阵前，我提剑力战叛贼，剑刃卷了口，浑身浴血，直到顾运与顾琛领兵驰援，我这根紧绷的弦才骤然断裂，眼前一黑，便栽倒在地。再次睁眼时，已是10日之后，浑身骨头像被拆了重装一般，稍动一下便疼得钻心。没出息的臭丫头，拿自己的性命当筹码，给旁人做嫁衣，你倒大方！看清来人是师父，我积攒多日的委屈瞬间决堤，扑过去搂住他的腰，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师父拍着我的背，眉头紧皱，语气却软了几分。算你命大，我恰巧来京城办事，不然就算华佗来了，也难救你这条小命。我怎会不知那日身形强行推攻的代价，便是经脉随时可能寸寸断裂，能捡回这条命，全凭师父出手相助。趁着我调息的功夫，师父将这10日的风波一一讲来。皇后与孙国舅自动刺倒，已被打入天牢，太子牵涉其中，储君之位被废，蒙冤的顾家终得昭雪，被囚冷宫的顾贵妃也重见天日。师父起身去熬药，脚步升刚远，顾琛便推门走了进来。他没多说一个字，上前便将我紧紧拥在怀里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将我嵌进骨血。我靠在他肩头，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体的颤抖，这不是重逢的喜悦，是压抑到极致的愤怒与悲凉。出什么事了？顾琛的声音沙哑得像蘑菇砂石，额头抵着我的肩膀，滚烫的呼吸落在我颈间。顾家从头到尾不过是皇上的一颗棋子，他要扳倒皇后一党，便故意将顾家推出去当诱饵，逼太子露出反击。这盘棋他下了整整数年，可你该看看他现在的样子。当年他是艳动京城的贵妃，一笑能让百花失色，如今那双眼睛里连半点光都没有了。我哥本是要做凌云之臣的人，
为了查案蛰伏在太子府，被华阳公主百般折磨。如今满朝文武都知道他受辱的过往，他这一辈子都再无回朝堂的可能。这样的君王，值得我顾春效忠吗？这样的朝廷，值得天下读书人抛头颅洒热血去守护吗？他的怒吼里满是理想破碎的绝望。我用力拍开他的手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你说要入仕为官，为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撑起一片天，要做治世能臣，海晏和亲，这些话你都忘了？顾琛喃喃重复着这6个字，眼中的戾气渐渐消散，多了几分迷茫。我叹了口气，缓缓开口：其实我的身世与天下受苦的百姓没什么不同。我生在豫州的庄户人家，那年恰逢3年大旱，贪官污吏只知盘剥，根本不管百姓死活，饿殍遍地，竟到了吃人的地步。提及那段模糊的过往，我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起来。我有个哥哥，还有个妹妹，爹娘虽穷，却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。可大旱之下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地里邻居饿得疯了，进来跟我爹娘商量，用孩子混着吃。我就是那个被选中换出去的孩子。顾琛的眼神骤然变得凝重，他伸手想碰我，却又硬生生停在半空，眼底的痛惜几乎要溢出。那年我5岁，为了活命，失手杀了人，一路逃了出去。也是在那时遇上了师傅，他见我有习武的根骨，便收我为徒，把一身剑法倾囊相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往事尽数说出。顾琛，我这样的江湖人，舞剑弄枪一辈子，最多能救下1、2个人，1、2户人家。可你不同，你是栋梁之才，若能在朝堂立足，便能救1县、1城，甚至1州的百姓。别让一时的失望磨平了你的凌云之志。良久的沉默后，顾琛终于开口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坚定。又静了片刻，他忽然抬眼，对上他盛满不舍的眼睛。我喉咙一哽，千言万语都堵在胸口，最终只点了点头。顾琛长长舒了口气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江晚堂跟我说，你曾经喜欢过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哎，我耳尖一烫，指尖捏了捏发烫的耳垂，声音轻得像龙吟。从前你总爱领着我四处闲逛，有天夜里我们去吃馄饨，半路下起了雨，路上撞见卖馄饨的老婆婆说她是外子，摔在泥地里动弹不得，是你快步跑过去背起她，往医馆赶去。我推着她的馄饨车，踩着一路雨水跟在身后，就那样走了一路，看着你小心翼翼护着老婆婆的模样，我心里忽然就泛起了不一样的涟漪。可没过多久，就听见你说在京城有位未婚妻，我便把那份心思压下去了。顾琛仰起头，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眼底泛红。看着哥哥有你这样潇洒利落的妻子，心里又羡慕又不服气，便总把江晚堂挂在嘴边，不过是想争口气罢了。几日后，我的伤势渐渐痊愈，师傅说需带我去少林寺，用少林心法温养受损的经脉，免得留下病根。此事已早不宜迟。临行前夜，我、顾琛还有顾月3人坐在顾家的中庭里喝酒，没人说话，只有酒杯碰撞的轻响，伴着头顶蔓延皎洁的明月。一壶酒不知不觉见了底，月上中天时，院外传来马蹄声，是师傅牵着马在等我了。珍重，此去江湖路远，山高水长，再见不知是何年。刚转身，就听见顾琛带着推枪的喊声从身后传来。我脚步一顿，却不敢回头，我怕他看见我早已红透的双眼，更怕自己会忍不住留下来。翻身上马，师傅一扬马鞭，2匹骏马便踏着夜色疾驰而去。风声在耳边呼啸，将顾琛的声音远远抛在身后。他曾问我为何非要连夜赶路，不能等天亮再从容出发。我告诉他，他笑着说，希望他日再闻你的名号时，你已成为名震天下的侠义剑客。我回他，江湖与朝堂本就是2条截然不同的路，我与顾琛就此别过，各自奔赴前程。山高路远，唯愿彼此都能守住初心，不负当年约定。1年后，我路边一个面摊前吃面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，我满脸惊疑抬头看向来人，本以为是顾琛，结果是顾韵。他笑着说，你该不会反悔吧？顾大侠，幸会，日后多指教。